梁冬梅，你疯了吧你！我这种就是能告你，想告就去告吧，老娘在这等着你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再欺负我们家老三，我就把你跟副厂长有一腿事儿给你广播出去，我看你嘚不嘚瑟。你放弃，你跟副厂长才有一腿呢！你要是再敢下刀的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老三，他平时就嘴贱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怎么突然掉口？没啥，妈老了，车间那个工作负荷量太大，妈扛不住就掉了。然后腹部倾斜，适合你。老三，你这腿咋了？之前搬货的时候摔的，没什么大事。你怎么不去瞧瞧呢？这腿伤，这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的，是不是老姜他们家把你钱拿走了？我去找他。我操劳了一辈子，一个人打3份工，把这几个孩子拉扯大。最后却换来这样的结局，我的命在他们眼里居然连1000块钱都不值。妈，别怕，我跟三弟已经在筹钱了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三也给你看病。好孩子，妈不行了，下辈子我再也不要这样。妈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1980年我重生了？妈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水泥厂的工作问没问啊？崔真还等着回信呢。1980年，这时我还没有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肺癌，而老伴儿也身体健康，还没有去世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妈，崔真说了，要嫁过来也不难，只要你把工作给她安排到水泥厂，找个轻快的活干，不下崔真就行。当年我为了让老四能结婚，出钱出力，给房给地，哪怕下岗也要给他对象找工作，结果却养出了一头白眼狼。哎，妈，行不行？你给个准话呀！崔真要求也不高，你去厂里求求领导，实在不行你送点礼也行啊。只要把工作给她安排了，她立马就能嫁过来。哎，妈，你最心疼我了，你肯定会答应的，对不对？想要找工作，让他爸妈安排去，你跟我磨叽什么？妈，你这是啥话？崔真第一次跟我张嘴，你帮他一下怎么了？你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，我将来怎么娶她进门啊？是你娶还是我娶？你想装好人，就自个儿想办法去给他安排。20好几的人了，你还来吸老娘的血，你好意思？妈，我自己都没有正经工作，我拿啥给他安排呀？你没有工作，你怨我呀？我当初让你好好念书，你听了吗？整天游手好闲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你处个对象都没钱养活，还好意思跟我提要求？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？哎呀，妈，
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？妈，今天你要不答应我，我就离家出走，看以后谁给你和爸养老。你就当你亲妈死了。哎呀，妈，真离家出走了，我没开玩笑。滚一边去！等我下班回来，你要是还没走，我就把你脑袋拧下来。妈，哎，春梅，下班早点过来哈，今晚客人多，后厨忙不过来。嫂子，我以后就不过来刷碗了，你再找个人吧。啥？你咋不来了？为了那些狼崽子呀，不值当。好了，我走了啊。重活一世，我不想再当牛做马了。那些个逆子逆女，休想从我这手里扣走1毛钱。真美，怎么想申请去做副货？平时厂里属你最能吃苦，啥脏活累活你都能干。要是到了那边，那1个月可少10几块钱，你可要想清楚。上辈子我就是在车间干得太久了，积劳成疾才得了肺癌，重来一回，说什么都不能走老路了。主任，我马上该退休了，算上我老伴的工资也够我们花了，所以我不想再那么拼了。好，谢谢主任。大娘，我要吃清蒸鸭子，你们家有肘子吗？我还想吃酱肘子。好，大娘给你做。又来蹭吃蹭喝了。当初我缠绵病榻，大孙女香香还知道给我倒口水喝，可老二家的孩子，我临死前都没见过一面。来时两手空空，走了还得带回去。家里养的鸡鸭鹅，我都舍不得杀一只，偏偏老二来了就要宰2只。他们也是有理的人。哎，妈回来了。前世我也是鱼目混珠，嫌弃凤霞生不出儿子，没给过她好颜色，可最后却是这个不受待见的大媳妇儿点卖陪嫁，给我换了棺材。那个老二家的来了啊，非洲想吃鸭，我去抓只杀了。哎，杀什么鸭呀？咱们家又不是开饭馆的，还搁这点上菜呢。去，拔点小葱拌大酱，给他们端过去就行了。可妈，是非洲想吃。天王老子来了也是这菜，你爱吃不吃？这鸭留着呀，给你跟香香补补身子。凤霞，是妈以前太偏心了，以后妈不会的。没有妈，我先去做饭了。唉，日子还长，慢慢来吧。哎，我在蒸，给妈妈来，你看一个手，这个，哎，小心！奶奶，哎，太好了，宝田还在，没有被这几个黑心肝的东西熬垮身子。梅子，我听你厂里的同事说你调岗了。去了复货岗。不是，妈，你好端端的调什么岗呀？去了复货岗就接触不到领导了，崔真的工作怎么办？哎呀，妈，实在不行你再调回来，让崔真去也可以。哎，妈，你打我，从小到大你就没打过我。你该打，我生你养你这么多年，你不知感恩也就算了，你居然还帮着外人来算计我！我又没说错，放着好好的包装车间不干，非要去复货岗，1个月少赚10几块钱，你倒是清闲了。我们吃什么喝什么？我挣多少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眼见着在我这讨不到好处，就气急败坏了。老四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让我给你对象找工作。妈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怎么还没完了？我招惹你了啊？你这样对我，老四，你妈教育你，你还委屈上了。你妈调岗自有她的道理，你在这说什么？难道她以后干啥
都得提前通知你一声。行了，老四，你别吵了。妈平日里就盼着你成婚呢，怎么可能真不让你娶媳妇儿？那说不定妈私下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别跟妈吵了啊！哎，是啊，难道妈调岗是为了给崔真让位？妈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，我就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崔真，等过2天我就带她上门，亲自给你道谢哈。我气呀！不是饭好了没啊？爸，我们要吃饭啦！走走，吃饭，咱们呀今天吃鸭。走。鸭呢？不是鸭呢？这都啥呀？哎，我们大老远来就让我们吃这个，你这也太抠门了吧！是我让凤霞准备的。妈，非洲这不止说过1次了，他想吃清蒸鸭肉。奶奶，我要吃鸭肉，我要吃鸭肉。想吃鸭肉呀？让你爸妈给你买去。奶奶家不是养了好几只鸭吗？给我宰几只不就行了？还宰几只？那养鸭子不用喂饲料，不用人照顾吗？可你是我奶奶呀，给自己亲孙子做好吃的，那不是天经地义？还天经地义？这当奶奶的就应该无条件付出。这话是你爸还是你妈说的？妈，你说的对，那养鸭子耗时又耗力的。非洲，别淘气了，来吃饭。我来吃。你看这孩子，惯都没边了。小爸，那点破旱烟值几个钱啊？是不值钱。老儿媳妇儿，那你以后给你爸买洋烟抽，也省得他卷了。妈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你放心，非洲这孩子，我回去我就揍他。今天我没出月台呢，主要是想跟二老商量点事儿。果然5时不登3宝殿，这时间应该快到老二去省城进修的日子。前世我跟宝田东凑西建，送他去进修，结果他升官之后，居然要跟家里断绝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可怜宝田为了还债，被活生生的累死。妈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省城呢有一个进修的名额，哎，我争取到了，但是要1000块钱。你也知道我跟初月的情况，我们俩工资1个月就这么多，确实拿不出来。你看你们二老能不能先帮我们拿出来呀？阿妈，需要这么多呀？咱家现在满打满算，也就只能拿出70块。不是，爸妈，你们二老就想点办法跟我们借点吧。这1000块钱可是2年的进修费，已经很便宜了。二老放心，等二明回来呀，我们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不吃不喝，保证把这钱还上。哎，那既然这样，那我就……我不同意。妈，你说啥？老儿媳妇儿，这你们俩都是双职工，就非洲一个孩子，开销能有多大？且不说这些年你们攒了多少钱，就算是分毛没攒，那你们也该向我们开这个口啊！妈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们不向您开口，向谁开口？您是我妈呀！你说哪个当妈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光宗耀祖的，是吧，初月？照你这么说，这当妈的就应该像油灯一样燃烧自己，这当儿子的就应该坐享其成。当年啊，全家供你念书，支持你处对象，当老师，我们再苦再累也没事儿，就指望着你将来出息能够拉家里人一把。可你呢？你又是怎么对我们？进修费暂且不说，就说这些年吧，你们学校逢年过节发月饼、糖果、茶叶，你们给家里拿过哪一样？这你们一家3口哪一次来了不是连吃带拿的？你们大嫂还得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你们，亏你们还是老师呢。妈，您说的对，这几年确实我做的不好，但是你们放心啊，只要我进修回来了，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们。妈，就1000块钱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是啊，就1000块钱医药费也舍不得让自己妈活活病死在家中。老二呀，你也是当老师的，要点脸吧！你现在已经混得人模狗样了，你还好意思向操劳一生的父母要钱？不是妈，你不该挑这个理儿啊！咱
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算这么清楚，有意思。养了你们这帮扒皮啃肉的混账，我也觉得没意思。妈，确实这件事比较唐突。这样吧，过几天你们冷静了，我们再过来，行吗？侯爷，咱们走吧。嘿，我们过2天再过来，好吗？什么东西？梅子，这么给老二钱了？几个孩子中就属他最富裕，他不是拿不出，他是不想拿。老天，我们也要过我们的日子，总不能毫无底线的去养着他们。行，就按你的来。哎，二明，二妈要是真不给这钱，可咋办？没事儿，我估计咱妈就是更年期到，看谁都不顺眼。你放心，我想到办法，直接把名字报上去。等这个进修的截止日期快到了，我就去找他们借钱。我就不相信爸妈再生气，他肯定会把钱借给我。啊，走吧。妈，咱家不是有小葱大酱吗？咋花这些钱出来吃啊？那些呀，都是给老二家留的，咱不吃这些。哎呀，吃点好的。来，怎么了？这魂不守舍的。啊，没事，吃。你不是爱吃红烧肉吗？哦，这香香也快8岁了，我之前听老大说你想送她去读书。妈，我肯定不会拿1年的钱给香香交学费的。我去娘家借。我知道您不想让香香读书，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她要是不读书，这辈子就念，当然要念。妈，你不反对？我不反对，我还要让香香去读重点小学。真的？可是他们那边1学期学费就要50块。这不正好家里有吗？凤霞，你别听老二老四的话，我之前呀最亏欠的就是你这个香香。妈也不会说漂亮话，以后你就看妈怎么做就好。只要我有，你跟香香都安全。谢谢妈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哎，来，香香吃鸡腿。爸妈，下班就叫我呀！鸡腿，我最爱的鸡腿。哎，妈，你干嘛？香香，来吃鸡腿。谢谢奶奶。妈，那是我的鸡腿。你的鸡腿，你是掏钱了，还是这鸡腿上刻你名字了？算了，我不跟你们计较。赶紧给我30块钱，我要买复习材料。赶紧给我30块钱，我要买复习材料。妈，老师说了，那篇复习材料很关键，别的同学都有，就我没有。30，这什么材料费那么贵？可不能让妈知道我是买化妆品。我哪知道，学校要的。每次没钱就骗我说学校教这教那，但凡犹豫一下，就是在耽误他读书。结果年年落榜，回回都是年级倒数第1。就这样，上辈子我还累死累活供着他。这买了材料就能考上了？那谁能保证？反正有总比没有强吧。反正也考不上，那就别买了。妈，我今年已经很刻苦，我天天没日没夜的看书做题，你看不见吗？刻苦？你都考了2年了，你考个什么名堂？照我说呀，你压根儿啊就不是那块料。妈，哪有当妈的不希望自己女儿出人头地的？你不想望女成凤，我还想靠读书改变命运呢。你不能因为2哥4哥惹了你，朝我撒气吧？我招你惹你了？赵小娥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年要是再考不上，我不会再供你了。你想复读就自己挣钱去，我1分都不会给你了。凭什么妈？就因为我前2次没考上，你就否定了我所有的付出和努力？妈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？
赵小娥，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反正我不管，我是你们生的，你们就应该负责到底。复读也好，材料费也罢，都得给我出。反正我不管，这材料费我过几天就来拿，必须给我交了。来，妈，你们别生气，来吃。你看啊，这二哥进修要钱，小妹读书也要钱，我看要不还是这样吧，香香的学费还是我来想办法吧。你别管他们，我的钱我想怎么花我就怎么花。我和宝田是双职工，老大多少有些收入，再帮衬下老三不是难事儿。至于那些白眼狼，我1分钱都不会再出的。伙计，哎，再给我单独上只大鸡腿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您的鸡腿儿。谢谢。我都说了，让香香吃上鸡腿，就一定说到做到。哦，老规矩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回家找我爸妈拿钱啊。翠珍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妈肯定会帮你安排工作的。咱今天就趁着上门的机会，让我妈带你去厂里报道。走，媳妇儿，一会儿见了我爸妈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已经把门给报了啊。你说他们这么器重，肯定会把钱给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走啊，妈最疼的就是我不信她不给。妈，香香这身料子不便宜吧？咋不留着自己用啊？哎，今天呀，可是我大孙女第1天上学，这肯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。凤霞，这钱的事儿就不用操心了，妈心里有数。妈，真的不一样。走，奶奶送你去上学。好。妈，妈，这看，妈，这是崔人给你带的水果，特地来感谢你给他安排的工作。趁着今天人齐，今天就把他带进厂里上班吧。哎，老四，这事儿也不着急。哎妈，我那个进修日期啊，今天就截止了。你看我这名字都报上了，你能不能先帮我想想办法凑凑钱呢？哎，你们都先让开，妈，你先把我材料费交了再说。我今天就要高考了，都别耽误我学业了呀。妈，我也是最后1天了，你能不能先把钱赶紧给我啊？你要工作，你要进修，你要材料费啊！嘿，你们还真当我是许愿池里的王八了啊？还给我来先斩后奏这一套，想得美！要工作没有，要钱更没有。妈，你不是答应好了给崔珍安排工作的吗？你怎么还出尔反尔？我都跟崔珍的爸妈说好了，今天就让崔珍去厂里上班，这让我脸往哪放啊？对呀，妈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那进修是大事，只要我从沈州进修回来了，那我一准能调到教育局去，到时候咱全家不也跟着沾光吗？妈，2哥4哥要的太多，你不给可以，我就要30块买材料还不行？我还有1个月就要高考了，你不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拖我后腿啊！这家里啥条件，你们心里都没数吗？不想着帮我减轻负担也就算了，还想方设法吸我的血，恨不得把我连肉带骨头一起啃了。这乌鸦尚且知道反哺，亏你们还开得了这个口，真是不知羞耻。妈，我又没多要，家里不是还剩70块钱，给我30怎么了？大不了我以后还你就是了。就是，那安排不了工作，好歹给点钱。家里那点钱，你们都别惦记了，我还留着呀。香香读艺小呢，多1分都没有。不是妈，2名进修的事已经急得火烧眉毛了，这本来钱就不够，你还给他花了，你这白白浪费。哎，妈，我承认这2年是我做的不够好，但是我保证，只要我从沈州进修回来了，我一定好好的晒样了，我让你们颐养天年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这你倒还提醒我了。趁着今天人都齐，
那我宣布件事情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人每月都要给家里交赡养费啊！我也不多要，每个月就20。妈，你掉钱眼里了吧？我跟二妹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？这给您20，我们一家3口可咋过活呀？二嫂，你和二哥起码有个正经工作铁饭碗，我这连工作都没有，我哪来的钱给赡养费呀？妈，我还在读高中，我还是个学生呢，也没到要赡养你们的时候呀。你出钱给大嫂的孩子上学，却要我们交赡养费，你这也太偏心了吧？是啊，妈，不是我给不起，是我们确实那个家里的开销太大了。是我是有单位，但是我那个单位啊，那也是上挤下压。你说这每年逢年过节的，人来人往的，哪个地方不需要用钱呢？妈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帮我凑凑钱，等我到时候从省城进修回来，飞黄腾达了，你说还差你那撒光脸枣的赡养费呢，是不是？老二呀，你是当老师的，你最有文化，这你应该知道，法律上规定，做子女的就有责任去赡养老人吧。这我跟你爸呢，已经50多了，这个钱你们早都该拿，要是不拿的话，那咱们大不到村委会去说道说道。我看法律是站在你们这边，还是站在我这边？你们最小的20了，最大的也30好几了。我可不管你们有工作没工作，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，该拿的必须拿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要到法院去告你们，咱们谁都别想好过。要是真有案的，那我这工作对象我们就保不住了。给钱。哎，算你狠！该走。妈，我是真没钱呀！您这是要逼死我呀，妈！翠姐，要不你先借我20？你问我要钱，你也好意思？这不特殊情况吗？等过2天我找到活干，我立马就还给你。我真是倒了大霉，碰上你这么个软蛋。翠珍，帮帮我！至于你，40把你大嫂那份也交了。妈，凭什么？就凭他来到咱们家以后当牛做马，伺候了8年，这些年你总是以自己要专心读书为由，什么洗衣做饭、刷碗扫地、喂鸡喂鸭这些活你通通不干，全甩给你嫂子，把自己倒是养得10指不沾阳春水。可你嫂子呢，她连闭眼休息会的时间都没有，就凭这些，这个钱你也该出。妈，她是当儿媳妇的，那些家务活肯定都是她来干啊。妈，我是你亲闺女啊，你干嘛老帮着外人？什么外人？她可是给我生了第1个大孙女，是全家的功臣。凤霞比起你，那更像是我的亲闺女。妈，可是我没钱啊。没钱是吧？那从今天开始，这些家务活我全包了，代替赡养费。妈，你太过分了！谢谢。别怕，有妈护着你呢。好了，我要去给香香报到了。走。那我们走了啊。辛苦了吗？哎，梁大娘又来看非洲啊？正好我想跟你谈谈，非洲最近啊太调皮了，又弄哭了好几个女同学。你们做家长的平时还是……刘老师啊，我今天来啊是送我孙女上学的，赵非洲的事儿，你找她爸妈聊吧。什么？大娘，你之前不是说非洲有任何问题都要第一时间通知你吗？上辈子我是对这唯一的孙子尽心尽力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他，可他却以怨报德，跟他父母如出一辙的浪尽狗废。最后任劳任怨的陪着我的，
竟然是这个我最看不起、被我耽误了一辈子的孙女。刘老师，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我不想管了。刘老师，我孙女播到时间到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梁大娘不是出了名的重男轻女吗？居然说不管孙子的事，还要送孙女上学，真是太要把戏编出来了。香香，奶奶已经把学费给你交了，你要好好读书，听见了吗？听见啦。这个糖你拿着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奶奶。奶奶，我最喜欢你啦！奶奶也喜欢你，快去吧。真好。回来了。王田，给我端盆水。好。王八蛋，我操！王八蛋，我操！妈，这个点了，你不是应该在车队上班吗？怎么喝成这个样子？没有，中午跟队长就喝了2杯了。喝了2杯就把你喝成这个鬼样子，你班都不上了。这都30好几的人了，整天浑浑噩噩。这孩子不管，媳妇儿不疼。你除了灌大酒，你还会干啥呀？妈，那人情往来在所难免嘛。再说人家张队长都请我喝了好几次酒了，那我要是不意思意思，以后我还怎么找人家办事嘛？就张队长啊，满肚子花花肠子，他能帮你什么呀？就说你这么多年你在他手底下干活，他给你涨过1毛钱工资没有？也就是你自己啊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妈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爱听了。那当初不是你俩非逼着我全力供老二上学吗？我不然能这么多年混得这么惨吗？我不求你们二了，帮我什么？最起码你们当老人的1碗凉水得端平吧。我这些年为这个家付出多少，你们又不是看不见。老二这么多年读书，那可都是我跟你爸勒紧裤腰带省的。哎，你拿了多少？你自个儿心里没数吗？一挣到钱，你就去找那帮狐朋狗友去喝酒，这分毛都不剩。这连闺女上学你都不省心，还逼得凤霞回娘家给你接济。有你这样当爹做丈夫的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那1个月就那些钱，本来就不够花。你还有理了？好，既然你想破罐子破摔，咱们就分家。分完家，你滚出去当货，少在这碍老娘的脸。分家？分家可以，那家里边的财产我要1半。爸妈，我可是家里的长子，你们不能亏待我。你还真是癞蛤蟆做梦，你想得美！分家呀，你啥都没有。妈，带上你的铺盖卷，要多远滚多远，我1块钱我都不给你。我就喝了点酒，你至于吗？这么针对我？就凭分家，全凭我跟你爸的心意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就算分毛不给，你该滚还得滚。上一世我快病死时，老大那冷嘲热讽、自私自利的样子，这辈子忘不了。更别提他后面还因为沾上那东西丢了工作，脾气越来越差，动不动就打骂凤霞母女。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心疼。
妈，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养老了？那老二和老四，你们指望我买什么呀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指望村头那条狗，我也指望不上你。好，我走。以后啊，你们哭着求我，我都不带回来。我真走了，我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。爸，你走了。等等，我就知道我妈舍不得我。要走可以，这个借条先丢弃。啥？借条？香香的学费1学期50，我先替你垫了，利息我暂时不要，等你什么时候有了，你再还给我。妈，我又没让你送香香去上学呀。那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她上学有什么用？1个学期50，我累死累活1个月才挣30块钱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呢吗？没见识的东西，这个借条你必须写，你写完趁早滚。香香留给我，每个月的生活费、学费你按时送过来，要是不给，小心我上法院告你。不是，妈，我还是你亲儿子不？我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爸，您别过路的看热闹啊，说我妈呀！你就是玉皇大帝也没用，赶紧写吧，赶紧滚！要真分了家，凤霞一准会陪着香香的，我啥好处都没捞着，还要两手空空被扫地出门，那怎么行？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喝大酒了，我好好上班，咱不分家行吗？不行，你说的话呀，我跟你爸一句都不信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把借条写了，摁上手印儿。我写。我赵一鸣今借妈50元整。以后呀，戒烟戒酒，挣的每一分都要给凤霞上交，不苛待凤霞和香香。啊？工资也要上交啊？那不然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因为喝酒已经欠了方圆10几里酒馆的账，你不上交，还等着凤霞回娘家给你借钱还账呀？这哪是借条啊？这分明是请罪书嘛！赶紧写，再加上一句，以后呀，不跟那个车队的那帮狐朋狗友来往。不是，妈，那都是同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我咋不来往？我总不能不跟人家说话吧？那大不不在这干，干了一辈子，你啥前途都没有。妈，你难道要给我安排新工作呀？那就看你表现了。哎，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改过自新。老大呀，是个男人就应该说话算数，以后你再搞，可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妈，您放心，以后啊，我什么都听您的。老大天生不是坏孩子，全被外人带跑偏了，及时纠正倒也不晚。哟，大小姐亲自下厨，不会是因为没有钱付赡养费，以工代钱吧？那也比你问对象要钱光彩呀！怎么看你这垂头丧气的样，没哄好啊？我不跟你计较，咱妈最近也不知道咋了，跟个火药桶一样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
你说咱妈会不会是啥？会不会是鬼上身了？哎，啊！你干嘛？你脑子没病吧？我说真的。平时少看点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赶紧做饭，我都饿死了。就你会吃。梁大姐来了。哦，小王媳妇儿，今天拉水泥的车多不多？不多，不过我刚看见你家老三来装水泥了，全身灰扑扑的，糟践的都没个人样了。大姐，单子都在这儿，辛苦你跟进，我就先下班了。啊，好。我这辈子最亏欠的孩子就是老三了。那会儿为了缓解压力，也为了能让老三帮衬一下家里，我只能逼着他去条件好的江家做倒插门，想着再差也比留在家里要好。可我哪知道他媳妇儿于笑，他妈又是个泼辣不讲理的，但凡老三往家里送个鸡蛋，都敢骂他8辈子走钟。这几年老三在江家过得毫无尊严，只能自己借钱买了2、3轮车，干点收洋粪、拉沙子、水泥等杂活。那么俊的孩子，明明只有25岁，却造得像40岁的人。老三，老三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这水泥可金贵的很，你要是不小心点，我下次就不让你过来拉了。有罪者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也是我把他推进火坑，他该恨我的。本来就是啊，做不了这活就别急。一个大男人，搬得慢还拉得少。你看看人家都是10吨、20吨的往走的拉，就是你每次拉小笔杆一样大声。要你这种男人有个屁用啊！我儿子再不济，都是自己撞上。可你男人呢，整天就知道吃喝嫖赌，瘦得跟筷子一样。你别说是一袋水泥了，恐怕连一袋面粉都抬不起来吧？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当然是筷子呢？不用，跟妈还客气呢。我现在就到付货岗了，这帮你搬货也是我的工作。大家快来看呀，这太阳呀打西边出来了，梁大姐呀都帮三儿子搬水泥了。说什么呢？你要是真那么心疼他，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赶出去。现在倒好了，人家呀姓了江家的姓了，你又出来献殷勤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那个三孙女兰兰，人家呀现在也不叫赵兰兰了，人家呀叫江兰兰了。梁秀梅，你疯了吧你！我这种就是能告你，想告就去告吧，老娘在这等着你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再欺负我们家老三，我就把你跟副厂长有的事儿给你广播出去，我看你嘚不嘚瑟。你放心，几个多小时才有一腿呢。你要是再敢下刀的，我就撕了你的嘴。老三，他平时就嘴贱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怎么突然掉稿？没啥，妈老了，车间那个工作负荷量太大，妈扛不住就掉了。然后腹部倾斜，适合你。老三，你这腿咋了？之前搬货的时候摔的，没什么大事。这怎么不去瞧瞧呢？这腿伤，这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的，是不是老姜他们家把你钱拿走了？我去找他。妈，我是倒插，你说了没有？老三，是妈对不住你。妈要是当初去让你学手工，是不是就不一样？
你明明当初那么爱做手工活，可是现在……别想，我走了。老大的工作和欠账，香香的学杂费，还有老三。唉，原本想着我跟宝天的工资够用，现在才发现处处要钱。哎，这片林子好像是上辈子被拆迁建成了飞机场地，当时拆迁，林子附近有地的人家都分了好大一笔钱。钱？如果我想办法拿下这片林子，那家里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你想承包那片林子，那么一大块地儿肯定不便宜，咱们家里面没那么多钱呀。我知道，这林子的事儿啊，咱们还得从长计议。眼下呀，先把能解决的先解决了。宝田，要不明天你到厂里去问问领导，看看铝厂还招不招司机？不行的话，把老大安排进去。哪有这么容易的？就前段时间，财务科的金科长打算把他小舅子安排在我们车间，不知道给厂长送了多少礼，都没成功。没事儿，我会有办法。明天呀，咱们去买点罐头和水果，去见见宋厂长。你有啥办法？这到时候呀，你就知道了。老赵啊，你们两口子找我有事啊？啊，也没事儿，我们俩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。厂长，我看您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呀？没有啊，我身体好着呢。你们俩呀，要是想来找我唠家常的话，就先回吧。这儿呢，还有一堆工作要忙呢。真的，厂长，我平时听宝田说你工作很忙，这3餐也不定时，还经常要去酒局，这胃哪能受得了呢？上辈子我跟宋厂长治病都在同一家医院，不过当时他因为癌症发现的太晚，已经病入膏肓，没住几天院，人就没了。这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这我们俩今天来就是想劝劝您，最好呀，您到医院去做个肠胃镜检查，这没事就好。你说这万一再有啥事儿？说什么屁话了，老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咒我死呀？你可想不想干？你可想不想干？不是的，厂长，这我们家春梅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家庭美满，生活富足，正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候。你们家这娘们儿居然造成了大病！厂长，我这可是好言相劝，你要是不信，那就当我没说。走，赶紧给我滚！梅子，你刚才怎么说话？得罪了厂长，咱们还怎么求他给你们老大安排工作呢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宋厂长的身体早就出现问题了，以他多疑的性子，他肯定会去查。我要是救了他，那咱医院的工作不就有着落了？少阳，你不是说不信梁春梅的话，怎么还跑这么远来市医院诊断？那娘们儿说的神乎邪门的，不来看看，我怎么能安心呢？医生，我没啥问题吧？你这问题啊，大了去了。这贲门还有胃里长息肉，大于2厘米。什么？你最近啊有没有经常恶心、胃痛，吃东西时烧心、反酸，还有频繁打嗝？这都有。那坏了，你这是胃癌的前兆。这不可能啊！我还年轻，怎么可能得癌症呢？这肯定是他搞错了。这什么狗屁医院，张口闭口说我得癌症，不行，我要换一家。就是啊，不是长息肉吗？又不是肿瘤。哎，我发现你们这些医生真没职业道德，小病到了你嘴里就无限放大，真的把人吓死。息肉长大后就是瘤，病变了就是恶性肿瘤，那就是癌，那就是癌。先生，我还能治吗？我还不想死呀！求你救救我呀！幸好你来得及时，只是有癌变的征兆，只要把息肉打下去，回去后啊配合药物治疗，定期复查以及清淡饮食，你这个病情啊就算是控制住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厂长，这次幸亏来查了，不然可就晚了。这种事情想想都后怕，说死人就死人。是啊，老周家那可婆娘可真有两下子，要不他开口提醒，照医生的话说，我都活不到年底啊。找个时间，我要好好的感谢感谢他。好。厂长，我媳妇儿啊，她不是故意说那些没边的话，这酒我干了，我替她向您赔勇士。老赵，今天呢，我可不是来问罪的，是请你们吃顿饭，感谢救命之恩的。啥？我昨天呢去医院检查了，还真查出了问题。要不是你爱人提醒我呀，我这条命啊就搭进去了。这么准？来，走。可说是呢，他的嘴啊灵着呢。妹子，我要不是知道你有工作呀，我都怀疑你是跳大神的。既然你们帮了我这么大人忙，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了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就尽管向我提，我呢尽量满足你。你别说呀，我还真有事儿要求你呢。我们老大呢现在工作不稳定，不过呀，他会开车，也能吃苦。你看你能不能给他安排到储运部？妈，大哥要进厂了。是，都说定了。妈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偏心的。大哥在装卸队，好歹是个正经营生，可我呢，我连个零活都找不到。妈倒好，问都不问我啊，偷摸把大哥就安排进铝厂了。我要是有这工作，崔真早都嫁给我了。你大哥拖家带口的，这香香还要上学，没个正经工作，他们怎么活？不是，他是你儿子，我就不是你儿子了。没有正经工作，崔真怎么可能嫁给我呀？就你那对象，一天浓妆艳抹的，把自己打扮的跟个花孔雀似的。就算你有工作，你们俩日子呀也过不长。前世邱翠珍10天就换一个情人，被人搞大了肚子，连亲爹是谁都不知道，走投无路了才嫁给老四。就他傻，以为自己捡到宝了，费心费力的照顾他们娘俩，最后邱翠珍还是跟人跑了。妈，你怎么能咒我呢？啊，我这辈子非崔真不娶，你必须接受这个儿媳。好，你要想娶，我也不拦着，但是我丑话在前头，我不会帮你们找工作，更不会给你们彩礼钱。妈，凭什么呀？老四，你干嘛呢你？啊，你还想和咱妈动手不成？你能懂点事啊？你装什么好人啊？爸妈刚给你安排了工作，你这装孙子当孝子，你比我强哪去了？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哎呀，你他妈说！哎，你骂我？不是，着急说多嘴了。行了，你们现在都这样对我，以后这个家我就不回来了。妈妈死了，我都不回来看一眼的。别干！四明，偏心，都看不起我，都不帮我，还是崔真对我好。哎呀，你手可真嫩呀！李哥，讨厌。崔真，他是谁？顾客呗，还能是谁？李哥，演完了？你男朋友？不是，就是普通朋友。谁跟你是普通朋友？你不是我女朋友吗？昨天晚上咱俩还看电影呢，你忘了？别瞎说，我跟你又不熟，谁是你女朋友？安排不了工作就算了，还要我倒贴20块，啥好处都没捞到。我长得这么好看，又会哄男人开心，这种废物可配得上我？邱翠珍，你给我过来！干嘛？滚开！赵思明，你赶紧走，不然我就报官说你滋扰我。你们狗男女！你个鳖孙骂谁呢？王八蛋敢动手！老四，松手！松！打他！给我弄死你！爸！
妈，妈，你怎么又打我？你都打我第2次了。你该打，赵思明啊，赵思明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担当，才能有为人儿女的样子？又不是我捅的爸，是崔真的姘头。我都第一时间报警了，而且还第一时间把爸送到了医院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那你没错，他没错，难道错的是我吗？本来就是啊，要不是你给大哥安排工作，气得我离家出走，我也不可能碰到崔真的姘头跟他打起来，那爸就不会住医院了。老四，我在门外可都听见了，妈让你离那个邱队真远一点，你自个儿不听吗？现在出了事你就往妈身上推，不是哪有你这样的呀？大哥，你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呀！你有老婆孩子要看好，可我连根毛都没有。崔真会出轨，说到底都是因为妈我给他安排工作。行，赵思明，既然你对我、对这个家有这么多怨言，那我今天就成全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赵思明不再是我的儿子。从此以后，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互不相干。妈，医生，我爱人情况怎么样？伤口严不严重？这是验伤报告，捅得有点深，创口面积也不小，但好在没有伤到要害，多休养几日就好。那就好。对了，病人除了外伤，还有陈年脑梗、胆囊炎，还有高血压，家属一定要多注意病人情况，不然很容易出现意外。妈，爸平日里不是看着挺硬朗吗？这怎么还搞得一身的病啊？哎，妈，你干嘛去了？我要给你爸讨回公道。同志，我们该说都说了，该让我走了吧？是啊，那大叔就受了点皮外伤，根本不碍事儿。同志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李哥的二舅可是认识你们所长的。现在是严打，别说你们认识所长，你们认识部长，也得按规矩来。不可能，我就轻轻捅他一剪刀，这人没事。谁说没事儿？同志，医生说我爱人的伤残已经达到了刑事标准，我要申请上法院从重判轻。什么？我就轻轻捅他一剪刀啊，怎么能达到判刑的标准呢？哎呀，这报告肯定是你伪造来陷害我的。屁的伪造！白纸黑字，医院的名字都在上面了。这报告是真的。李彦山，把你家人叫过来吧。如果受害者不肯接受调解，你可要面临8到10年的有期徒刑。凭什么？他是先受的，我才受害者，我才受害者。你算是什么受害者呀？啊！我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，你把他捅成那样，你要是不做，天理难容。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二舅国营林场的厂长，你动我一个试试。老郭，你说什么？海山捅了赵宝田？是啊，现在正赶上严打，对方妻子要是不愿意接受私了，一晚上就得上法庭，该咋判就咋判了。这小子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他们。人前脚刚救了我，他后脚就把人家捅进医院。老赵那婆娘的嘴可是跟开过弓一样，说啥就来啥。万一又让他说着什么，我不也跟着遭殃吗？老郭，咱们赶紧去一下局里吧。走。宋厂长，没错。听翠珍说，你们父子也在这厂上班吧？我二舅救我一半，敢告我，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们全都下岗回家蹲着？仔细想清楚了。刚进厂，要是为了这点事儿丢了工作，那这条不就白写了？妈，你说咱们要是得罪了厂长，那全家不就又得喝西北风去吗？你反正我爸也没啥大事儿，也要不就算了吧。早这样不完了，浪费我时间。翠珍，走。等等，我不同意。老太婆，你敢？妈，你别冲动啊，咱这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啊。
二舅来了。老太婆，我二舅了。今天你俩要是不给我下跪磕头认错，这事儿没完！闭嘴！你混账玩意儿！整天不干正事也就算了，还到处给我闯祸，犯了天了你！妹子，我外甥他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可千万别给他一般见识。二舅，干嘛这么客气？是他俩，他俩欺负我啊！二舅，走老邱闭嘴！海山打了老赵，是他的不对。这样，我呢给你赔100块做医药费、营养费，这事儿呢就算过去了。你看成吗？不行，我不接受。梁同志，这100块钱不少啊，德州人住钱要人啊。妈，100呢，咱们见好就收吧。我们家宝田50多岁了，突然被人捅这么一下，这身体肯定大不如以前。这损失是100块钱能抵得回来的吗？那妹子，你说多少？5000块。多少？5000？这老头是镶了金了，是镀了银了？你俩这不是抢吗？5000呢，确实有点多了。这样，咱们各退一步，1000，成吗？要么5000，要么咱上法院。刚刚这位同志可说了，李海山量刑至少8年，这5000换8年牢饭，孙厂长，我都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才给的，要不然的话，给多少我都不干。行，妹子，你说5000就5000啊！妈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都不怕得罪厂长，还从他手里要了5000块钱赔偿款。哎呀，你说这么多钱，咱们该咋用？这钱可是你爸的卖命钱，咋用他说了算，你们呀谁都别想碰。啊，我就是看看嘛，你至于跟防贼一样做的？你最好是。哎，奶奶，哎，妈，哎，你坐这儿。怎么样，老天，好点了吗？没事，喝了饭下熬的粥，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凤霞，辛苦你了。一点粥而已，三弟才有心大老远的买了那些水果过来呢。老三来了，他在哪呢？啊，他刚走了。自从老三进了江家以后，这都4年了，他也没回来看过我。老天，你说他是不是还在怨我呀？别多想，他当初入赘的事我也跌过头，他要怪就怪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养活他啊！哎，老四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他呀，好得很，为这个女人，他连自己亲爹亲妈都不管不顾了。从此以后，咱就当没他这个儿子。媳妇，那个小娥呢？她不是在家吗？她没来吗？他说他要复习功课，分不了心。亲爹被人捅了都不来看一眼，还复读了2年，也没见他复读个啥名堂来。那老二呢？他们学校不是离这最近吗？这我和妈忙前忙后跑了1天了，他们2口子倒好，连个面都没露，太不像话了。放心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呀就会闻着味儿过来的。你们忙啥去了？也没忙啥，就是到局子里帮你拿回了5000块的赔偿金。啥？5000块？是啊，爸，你说巧不巧？捅你那个人啊，刚好是宋厂长的外甥。哎呀，
你是不知道妈有多厉害，那在派出所一敌百生产群儒的，硬生生把你这赔偿金从100谈到了5000。哎呀，妹子，你是挺够大的。就5000而已，你信不信？就这点钱呀，都不够那些狼崽子分。爸，我们来看你了。爸，我们来看你来了。爸，痛不痛？我听说您被捅的时候，我都吓坏了，爸。是啊，爸，我跟二明啊，一听到消息就马不停蹄赶过来了。您说您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你可千万不该有意外啊！爸，谢谢你替我挨了一刀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孝顺你。这群混账东西，还真让梅子受了个准。爸，你饿了吧？我来喂你。行了，这你们一个个算盘打得够响的，这桌子都快蹦到你爸脸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妈，瞧您说的，我们几个做子女的过来看看爸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爸，您不是拿了5000块钱的赔偿吗？你说你们二老吃穿不缺的，这钱放着浪费也是浪费，不如您拿2000块钱出来，就当是攒着给非洲出国留学用了啊，也算是你们对他的一点支持，行吗？那你呢？妈，我这不是快要高考了吗？我这次铁定能考上大学，您看能不能给我1000块钱当学费生活费，怎么样？妈，这次我也是受害者，既然对方赔了钱，那应该也有我的一份，你给我2000行不行？啊，不是，你2000，你1000，老四你要2000，这5000不就没了吗？哎，你们怎么就没有人考虑过爸怎么办呢？大哥，你怕什么呀？爸有我们几个照顾着呢。再说了，那俗话说养儿防老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，大不了到时候大家轮流做饭送过来就好了呀。大哥，我也被踹了一脚，肚子上的淤青到现在都没消呢，我要2000块钱合情合理。妈，你说是不是？妈，你碰我干啥？赵思明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那钱可是你老父亲替你挨了一刀才换回来的卖命钱，你也敢伸手要？妈，你别骗我了，崔真都跟我说了，那个钱就是赔给我和我爸的，里边就有我的一份，就算你是我妈，也不能把我那份给碰了呀。我不是你妈，邱翠珍在世，你就被他骗过一回，你还不长记性？人家说啥你信啥？赶上这一刀子没捅到你身上，你不知道痛是不是？妈，之前的事崔真都解释过了，那都是误会。崔真说了，只要我给她2000块钱彩礼钱，她就嫁过来。那这可是好事啊！老四，你是疯了啊？那崔秋生把咱爸都害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想着娶她？大哥，你这个说话不腰疼，我都20好几了，我再娶不到媳妇儿，都成村里的老光棍了。再说了，翠珍嫁过来也能帮忙照顾爸，将功补过，妈和大嫂也能操点心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这不就是要钱娶媳妇吗？我给。真的吗？谢谢妈。谢谢妈。妈，怎么才50啊？当时孙厂长一开始给的我就是100，是我给你爸争取到5000，要分，你当然是分100的一部分。这没错，我可以作证，这5000块钱是咱妈给咱爸争取回来的，和你没关系。四哥，你也别太贪心了，小新妈连50块钱都不给你，毕竟娶老婆是自己的事儿，也不能总找爸妈要钱。没错，妈，这小妹跟非洲啊，那也是为了上学才要钱的啊！这上学可是大事情，你看能不能为了上学把钱多个分我们点啊？这读书确实是大事。哎，对。所以妈，你要帮我们呀！你看我这么努力考大学，不也是为了毕业之后分配好工作，然后给你们二老养老吗？
哎呦，是啊，妈，你看非洲他打小就聪明，我们老早就计划着把他送出国，接受更好的教育。这回国以后，那可是国际型人才了。妈，你说这小辈们出息了，您看我爸这脸上也有光吗？不是？照你这意思，这书是给我读的。哼，亏你们也好意思开这个口。赵小娥，你高中读了3次，年年倒数第一，连录取分数线1半都不到，你还好意思拿读书当借口给我要钱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的补课费、资料费你全拿去买裙子和化妆品了。妈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还有你们，我带了赵飞成5年，他是栋梁还是木头，我还能不清楚？他整天除了打架就是逃课，作业从来没写过，就他还想出国当什么国际型人才。不是妈，这男孩活泼点倒是好事儿，非洲还小，这以后有我跟2名辅导，他准错不了，总比那个香香的丫头强多了吧？您说，您都能送他去上学，咋就不能送非洲出国呀？妈，他可是您唯一的大孙子。哎，老二家的，什么叫比香香强啊？我们家香香比你们那个非洲成绩好多了，行吗？啊，我看你们2口子就是想送自己孩子出国留学，还不想花自己钱，就是要薅咱妈的。你俩比老四还不要脸！不是大哥，你咋说话的？这钱既不是你的，也不是妈的，那是爸的啊！爸在这都没有吭声，你在这上蹿下跳的干什么呀？依我看，你就是想独占这5000块钱吧？你二哥说的对，这钱是爸的，怎么分配他说了算。都别争了，这5000块钱我要留着给你妈买林子，你们都没份儿。什么？之前你妈就和我提过，她想承包村头西边那块林子，哎，当时家里面没钱就搁置了，现在正好买上。不是爸，你那钱不给我我就认了啊！那林子都荒废了几10年了，村里人连看都不带看一眼的，你买它干啥呀？就是爸，之前家里边因为没钱不让我去城里边进修，我不怪你。可是你现在你有能力送大孙子出国读书，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啊，那片林子就比你大孙子的前途更重要吗？我看爸就是老糊涂了，还跟着妈瞎胡闹。咱家不种田也不建房的，买那块破地干什么呀？放那好看啊？也不知道，还不如都给我们分了呢。够了！都给我闭嘴！就因为这5000块钱，你们吵来吵去，好看吗？哎，好，如果你们真心眼红的话哈，就当着我的面，你们一人捅上自己一刀，我立马把钱分了。爸，你别生气，别说了，你妈她做什么，我都支持她，她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梅子，这钱拿着买林子。好。村长，顺北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跟你商量一件事儿，我想承包咱们村头西边那片林子。顺北，那片林子面积可不小啊，又很荒凉，更不能砍树。你确定你要承包它？我确定。那好吧，我给你个公道价，2000，行不行？行，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。还剩3批，那几个狼崽子要是知道我手里还有钱，肯定没完没了，不如全花了，生怕惦记。大娘啊，这绝对是我手上最好的房子了，厨房、厕所一应俱全，房间呢3大2小，外加一个正室，当做客厅接待客人，自带的院子，您停车、种菜都很方便，这儿离一小也近，您孙女平时上下学可都快得很。大娘啊，3000的价格能有这样的配置，可是很良心啊。好，就他了，我们现在呀签合同。我妈就给了我50块钱，这离2000块钱还差着远呢，这咋跟翠珍交代呀？算了，先哄着她跟我结婚，等以后再想法子把钱凑足。翠珍这么爱我，肯定会同意的。翠珍，你最近不是一直跟李哥打得火热吗？咋突然同意跟赵思明扯阵了？
你之前不是还一直嫌弃他游手好闲，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？我倒是想跟李哥结婚，他的条件不知道比那赵思明好多少倍，可是他二舅啊始终不肯点头，这没办法，我只能推二舅几次。唉，好事多磨，你等等不行吗？我是等不了了呀，再过1、2个月我儿子醒怀了，那我得赶紧找个男人接盘，否则我们娘俩那生活的保障都没有。哦，难怪你会看得上赵思明。但凡换个人都有风险，就他那傻子，满心满眼都是你，根本发现不了自己喜当爹。思明，你来了咋不说一声？赵思明，你咋能打女人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我没往他肚子上摔，已经算是大度的了。我为了他跟别人打架，连累了自己亲爹不说，还因为你彩礼钱跟家里闹翻了，李玟不是人。结果呢？啊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想让我接盘？思明，我没有，我是想嫁给你的。还嘴硬！刚才我在那边都听到了，亏我还掏心掏肺的对你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思明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意外，我保证以后对你一心一意的。你看在咱们两个感情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应该不忍心我们娘俩无依无靠吧？你和别人的种，还想让我养是吧？啊！试试看！这个贱人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看上你这么个玩意儿。邱翠珍，咱们俩完了，这辈子你就别想嫁进我家！不要，思明，思明。老四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妈！老四，你这是咋了啊？你说话呀你！妈，我被邱翠珍绿了，她怀了别人的孩子，还让我接盘，可我根本就没有碰她。妈，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她根本就没有看上过我，他把我当傻子糊弄啊！妈，当初我就说了让你跟他断，你偏不听，现在闹成这个样子，我看呀，都是你自己活该。我都这么难受，你还要这么说我？那是你自己没出息，你还不让人说了。老四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不改你的性子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你别说你讨不到老婆了，你更不被别人看得起。别整天这光想着靠天靠地靠父母，这干啥呀都得靠自己双手。靠自己才能出人头地吗？哇，这院子好大呀！妈，这新家好漂亮啊！这要是没我妈，我这辈子怎么可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呀？这房子啊，离一小也近，香香再也不用起大早去上学了。妈，还是您眼光好。奶奶眼光好。喜欢就行。这房子呀，有3间大的，2间小的。我跟你爸呀住一间大的，老大凤霞、香香住一间，剩下那一间呢？妈，你看你们这搬家怎么不也说一声啊？我们搬家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看这话说的，都一家人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肯定过来得搭把手啊。就是。哎呀，不用，家里人手够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爸，你看跟我客气啥啊？别客气，来，搭把手，搭把手。哎，这，搭把手。哎呀，这房子真好啊，宽敞亮堂。哎，楚叶，这比咱们那环境啊那好太多了。大明，我刚进来的时候看院子里有厕所，这我以后想上厕所就不用去外边排队了，这个太好了。妈，我看你们这房间挺多的，你们肯定住不过来，你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这样，我跟初叶在非洲搬回来住吧。我说今天老二两口子咋突然这么好心，原来搁这儿等我呢。二哥，你都分家了，怎么还能搬回来住呢？当初你们分家的时候，就从家里面搬走了不少东西。
怎么现在看家里面换了大房子，又想舔这两回来，好处两头占，太不厚道了吧？小娥，这也是我们的家，凭啥就不能搬回来？再说了，这房间这么多，你也是够分的呀。还有，我们又没要你那一间，你着急上回来干啥？那你们肯定要大房间，可是大房间就只剩一间了，哪够啊？以前家里人多房少的时候，我只能跟大嫂和香香挤在一间房子里面睡。现在好不容易换了大房子，你们又回来跟我争。二哥，你又不是没有房子住，凭啥跟我回来抢房间啊？这大房间没了，不还有小的吗？小娥，你说你一个人霸占大的，你给我们3个人留间小房间，这合适吗？那你都已经分家了，回来跟自己妹妹抢房间，合适吗？妈，你说这大房间该留给谁？老二呀，小娥说的没错，你们这都是分了家搬出去的，这怎么还能搬回来住呀？不合适。妈，是这样的，当时那个房间呢确实太小，我们就想着辛苦一些，然后去住宿舍，想着给二老腾一些地方，你们住起来也舒服一点。现在呢，确实周周也长大了，我们一家3口那就挤到那个破宿舍里边，离周周上学的地方也远，确实住起来真不方便。哎，是呀，妈。你看这样啊，等咱们家非洲呀以后有出息了，让他给您换一间更大更好的房子，怎么样？说的好听，老二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初你们分明是嫌家里又破又小，觉得宿舍宽敞，而且呀还能把工资攥在自己手里，所以才搬出去住的。去年啊，你爸在你们附近那个医院做阑尾炎手术，我就想着呀，在你们那儿给你爸做点可口的饭菜，就这你们都不愿意。现在你们还有脸说搬回来住？这事都过去多久了？你老翻旧账有意思？你看我们要的又不多，您这么多房子呢，就给我们一间大的就行。妈，难道您真的就忍心看着我们这一家3口挤在那个宿舍里，连脚都伸不开吗？当初分家可是你们提出来的，现在你们过得不好，那是你们自作自受。你别说是大的，小的我都不会给你们意见。妈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情吗？老二，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房子是你妈买的，她想给谁住，不想给谁住，还轮不上你们做主。行，是我高攀不起了啊！如意，咱们走。我就知道妈最疼我了，那间大房子是我的啦！等等，谁说那大房子是留给你的？那个小的，是给你的。妈，你不给我住，你给谁住啊？4哥嘛，他一个男人怎么能住那么大的房间？你们俩呀，都住小的，那个大的我另有安排。可是我这老二刚走没多远，你再嚷嚷，就跟他一块滚。那让我住小房间也行，那我就不干家务活了。这我们还要上班，这你大嫂还要接刺绣活，家里就你最闲，这你不干谁干？还是说你能给我交养老费了？妈，你讲点道理行不行？这么大的一个房子，一家子全靠我一个人忙，那我多累呀。那这样吧，家务活你跟老四分了。啊，妈，4哥他不会干的。我同意。妈，我在镇上的修理厂找了个活干，我先上班去了。哟，这太阳打南边出来，老四都主动干活了。他呀，撞了回南墙，也该知道疼了。老大，哎，我有事先出去一会儿，记着把那件事给我办好了。行，妈，您放心。妈，菜齐了，动筷子吧。妈，这都好几天了，森明知晓错了，你就让他上桌吃饭吧，腿还伤着呢。他会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还好意思上桌？我有口饭给他吃都不错了，人参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。他转头就买了袋水果拿过去，钱没挣多少，东西倒拿了不少。哎，早知道他这副德行，我打死都不会让他进门。妈，你少说点。他爸妈但凡要是心疼他，就不会让他倒插门啊！你看他拎不清的样子，就知道往娘家送东西。
哎，你看看他那木头一样的脾气，我要是他爸妈，我也不会喜欢他。老三，啊，你怎么在外边吃饭？才看着蔫儿巴巴的，连肉都没有，你该不会吃剩菜吧？婆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姜，不能再不吃新鲜，却让我儿子吃剩菜，连桌都不让他上，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？谁欺负他了？他好饭好菜的吃着，哎，漂亮的大房子住着，不知道比在你家的时候舒服多了。自己家的日子还理不清了，跑来管别人家的好日子，真是闲得发慌。我儿子就吃这些不知道放了几天的老菜帮子，这叫过好日子啊！他穿着发白的衣服去拉货，辛辛苦苦的钱全都被你拿走了，就连治治的药都没钱买，这不是欺负是什么？梁春梅，说话要凭良心。你儿子来我们家4年，既没有赚钱的本事，又没能力给我添一个大胖孙子，我能给他一口饭吃，已经够可以了。哎，当初你不是也觉得赵三明没用，才逼着他倒插门的吗？但凡我们家雅娟要是看上你家有本事的老二，你也不可能点头答应。既然你都不要你儿子了，他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妈，你别说了，毕竟是我婆婆。婆婆怎么了？就算是王母娘娘来了，我也照说不误。老姜，我儿子是入赘，可不是卖到你们家了。当初我没有收你们家1分钱彩礼，还咬着牙给小两口置办了家具，为的就是让我儿子能够在你们家住得舒服一点。可结果呢，你们还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？我呸！就那几件地摊货啊，我摆出来都觉得寒碜。明明是自己没本事养儿子，说的冠冕堂皇，真是活见羞。行，算我识人不清，没有给他找个好人家。这个错误我认了。既然你们都这么嫌弃他，容不下他，那我今天就带他走。从此以后，我儿子不会吃你们家一粒米。婆婆，咱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冲动。拦着干什么？闺女，让他们走。妈，你别添乱了行不行？你帮我劝劝啊！劝什么劝？这是好事儿，给我走！劝什么劝？这是好事儿，让他们走。妈，你干嘛不让我拦着？万一三明一去再不回来，那我怎么办？没出息，不就是个男人吗？我大不了再给你找一个。这是什么话？我跟三明结婚已经4年了，连孩子都有了，哪能再找一个？蠢货！赵家条件那么差的，老三又不是个赚钱的货色，留着只会浪费口，还拖你的后腿。趁这个机会，咱把婚离了，再给你找个好的。眼看着你弟弟就要带对象回来了，多的是花钱的时候，没个有本事的姐夫帮衬着，他压力得多大呀！可是妈，雅娟，当初可是志强把进厂的名额让给你，替你下的乡，要不然你现在怎么可能当上车间主任，过上这么好的日子？做人要有良心，你弟弟为你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你委屈一下不是应该的吗？我知道。医生怎么样？骨头错位加上创口化脓，你们再晚来10天半个月，这骨头就接不回来了。什么？早知道这么严重，我应该早点带你过来。我帮他处理伤口，家属们先去缴费吧。我马上去。妈，怎么了？药费我出，要是不够，我过几天再凑合。你交完费就回去吧，我等医生看完也回家去了。老三，这他们都对你那样了，你还要回去？不然我还能去哪？咱家条件又不好，总共就那几间房，我要是回去，肯定影响大哥大嫂他们，到时候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多难看。我上辈子真是瞎了眼，明明老三才是最心疼我的人，
我却因为他做了倒插门觉得丢脸，从来没关心过他。老三，我今天来原本就是接你回家的，你大哥他们都知道，不会有意见的。妈，真不行！这些天雅娟他妈一直明里暗里的逼我主动跟雅娟提离婚，我要是跟你回去，不就正让她下房吗？我知道我那个人也不讨喜，可孩子是无辜的呀。我要是真跟雅娟离了，那兰兰就没地方住。难怪他今天这么爽快的放人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老三，你别听江家那帮人的话，你不偷不抢，靠自己双手吃饭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反正你跟雅娟也过不下去，离了也好，到时候你带着兰兰回家住。妈现在已经买新房了，够你住的。你别开玩笑，咱家穷的叮当响，你哪来的钱买房？老三，今时不同往昔了，不信你跟我回家去看看。妈，你确定咱没走错地方？老三，到家了怎么不进去啊？大哥，这真是妈新买的房子？房子就在这儿，还能有假吗？前段时间爸不是出事了吗？捅人那个呀，是宋厂长的外甥。宋厂长呢，给咱爸赔了5000块钱，所以啊，就买了个房子。对了，村口的那片树林啊，也被妈承包了。这么多，是咱妈厉害，一张嘴呀，就给咱爸挣了5000回来。三弟，我把东厢房给你收拾出来了，什么衣服袜子都给你搁上面了，你以后啊就住那儿了啊。谢谢大嫂，麻烦你了。谢啥？咱都是一家人，你能回来啊，还能跟我做个伴儿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好了，老三，赶紧进屋吧，里面呀还有大惊喜等着你呢。走走走，快进屋走吧。走。吴师傅，妈，你老三呀，妈知道你喜欢手工活，所以呀，特意把吴师傅请过来，给你手把手的教。吴师傅呀，那可是咱们这片最有名的雕刻大师。你趁着养伤这段时间，好好跟他学，等将来出师了，也有门道挣钱，你就不用出去打零工了。三弟，愣着干啥？赶快敬茶拜师啊！好。师傅在上，授徒儿一拜。好，好。这衣服都是我新买的，特意让你嫂子改了下裤脚，方便你换药。你看看喜欢不？挺好的，不用改。成，那我先走了。妈，谢谢。谢啥呢？我可是你妈。早点休息吧，啊。妈真偏心，那大老远能把三哥接回来，结果一间大房子都不让我住，还给他花钱找了一个什么上门师傅教他。我都快高考了，一节补课班都没上过。小娥，你三哥情况不一样，他在江家过得不好，又有伤在身，不把他接回来，怎么养好身子呀？我觉得呀，妈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那江家是开小卖铺的，他老婆又是车间主任。三哥过得再不好，也总比我天天吵架刷碗强。明明都是他生的，他给三哥花钱就那么大方，
就我1分钱都不能要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等我把手里这幅绣完，我就带你去镇上买裙子，好不好？哎，嫂子，你最近是不是刺了很多刺绣啊？是不是赚了很多钱？那个，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不多，就50。50？小娥，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反正我有用就是了。你借不借吧？我接活的单价也不怎么高，也就这么几块钱而已。哎呀，嫂子，不是还有大哥的工资吗？哎呀，嫂子，你就看在我帮你做了这么多家务活的份上，借我嘛。我保证，我1周之内绝对还给你。我刚给香香交完学费，就剩这么10几块。哎，就这么点儿啊？算了，有总比没有好。哦，那个嫂子，我有点事儿，先出去，碗你帮我洗洗啊。哎，给小娥钱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还不来？爱国，讨厌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吓我一跳。这不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吗？对了，宝贝，钱带来了吗？带了带了。这怎么就13块啊？小哥，我都说了要50，这连一半都没有。你以为我想啊？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给你了，我妈根本不让我碰钱，就这还是我从五嫂子那儿拿的。哎，爱国，你们家不是镇上有名的富商吗？为什么缺这点钱做生意啊？爱国，你们家不是镇上有名的富商吗？为什么缺这点钱做生意啊？我们家做生意肯定不缺钱，我是为了你创业才缺钱的。小娥，咱们两家差距太大，门不当户不对。我要是想娶你，我就得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片天，让我爸妈高看一眼，不然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嫁给我的。宝贝，我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你，你可一定要支持我呀，知道吗？爱国，你真好。租身西装，抹点发油，就以为我是有钱人家的少爷，你真是让我骗你！赵小娥，你干嘛呢？赵小娥，你完蛋了！跟我回家！干什么？跟我回家！你放开我！你看你做的好事儿！大晚上的闹什么闹？没有。赵小娥出息了，大晚上私会野男人，还当街卿卿我我，幸亏是下班被我撞见了，但凡换个人，你名声要不要了？小娥，老子说的是真的。我没有私会男人，爸，爱国是我对象，我们两个是正经男女朋友关系。王爱国，这不是上辈子装阔少骗小娥的小混混吗？王爱国，没错，爱国可不是什么野男人，他是镇上富商王老板的儿子，他家里有好几个工厂呢，而且他可喜欢我了。等他创业成功之后，就跟他父母叫板，把我娶进家门当豪门少奶奶呢。上辈子小娥就是听信了这骗子的鬼话，不停地从我手里拿钱去补贴他，甚至连我的救命钱都不放过。结果等我一死，赵小娥搜刮不到钱，就立马被他抛弃，名声也毁了，一辈子都没嫁出去。赵小娥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谁家少爷能看上你？先不说你现在还读着书，正经人谈恋爱，谁约得3更半夜呀？啊，这不是做贼就是偷人。四哥，你不能因为自己眼光不好，没找着好对象，就眼红我的好姻缘吧？
你确定王爱国是王老板的儿子，不是骗子？我又不傻，交往之前我都打听清楚了，王老板确实有个叫爱国的儿子，而且我亲眼看见爱国从王老板的小洋楼里面出来了，肯定不假。妈，我也不瞒着你，爱国因为跟我在一起，被他父母断了经济来源，他现在正是创业的时候，而且他很缺钱。妈，看能不能借他点钱，我保证等他创业成功之后，一定连本带利的全部还回来。你给他借钱，我怕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我怕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妈，一点钱而已，爱国又不是不还，借给他怎么了？你现在要不帮衬着点他，我以后可怎么嫁进王家？哼，之前你不是说要上大学吗？这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不好好在家复习，却跑出去谈恋爱，一天一个样子，你还好意思问我要钱？妈，嫁人又不影响我读书上学，而且你不借钱给爱国，可就影响我嫁人了。你个蠢货，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王爱国是个骗子，就你没头脑，你被他骗了你还没反应。我告诉你，你赶紧跟他断了，要不然我把你狗腿打断。妈，你太过分了！反正我是不会分手，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哎，你都怪我，是我给的小额钱，才让他大半夜的出去找那个王爱国。是他爱慕虚荣，想一步登天，跟你没关系。他要是再不听我的，以后有他的苦吃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啊，早点休息。不错呀，三明，你真的很有雕刻的天赋，跟我才学了不到半个月，手艺就和我不相上下了。都是您教的好，看来我现在没什么可教你的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。我送你，不用了，这样挺好。没事，就2步路。师傅再见。哎，等一等，小兄弟。哎，等一等，小兄弟，能不能给我看看你手里这个物件？您说这个小猫模型啊？哎呀，活灵活现啊，连绒毛看着都像真的。您在哪儿买的这个物件？不是买的，是我自己刻的。您要是喜欢，就送您了。哦，小兄弟刀工了得啊！不瞒您说啊，这个物件做工确实不错。这样，有没有兴趣到我的厂里来上班？厂？什么厂？您是？这位是我们风纪玩具有限公司的王老板。王老板，小兄弟，我正好缺一个年轻、手艺又好的年轻师傅，帮我做玩具模型。只要你肯来，我1个月给你开100块工资，外加30块伙食补贴，怎么样？当然可以，谢谢王老板。哎，我看您这裤腿改的样式有点像刺绣啊。这是我大嫂绣的，她会刺绣，是我们这儿远近闻名的绣娘呢。巧了，我刚开了家刺绣定制坊，今天来这里也是为房里找一个绣娘。你大嫂在家吗？我想看看她的作品。在的，在的，这边请。大嫂，快出来！三明，这2位是？这位是风纪的王老板，他最近正找绣娘呢，你快把那些刺绣拿出来给他看看。王老板怎么有点耳熟啊？大嫂，别发呆啊，快去拿刺绣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拿啊。给，您看这绣工合不合要求啊？行，明天你们一起来上班。啊？哎呀，王老板，谢谢您的赏识，只不过我要是去上班的话，这家里孩子就没人照顾了。我看我还是不去了吧。哦，这样啊，
要么你接外派单，不过价格肯定比不了去上班的工资。这样，5元1单，你看怎么样？当然可以啊。行，那待会儿把你做好的袖套全部送到我家里来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多留了。哎，好，那您慢走啊。王老板再见，谢谢。哎呀，三明，真是谢谢你给我找了这么好的活。哎呀，这之前我的刺绣都是卖7毛一块，这一下子就翻了好几倍呢。哎呀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赶紧把手头上这幅绣完给送过去。好，这苦日子可算是到头了。哎，大嫂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给风纪的王老板送刺绣，走了啊。风纪，这不就是爱国的家吗？之前家里都不信我和风纪老板的儿子处对象，这次有大嫂作证，我看他们还能说啥？哼！大嫂，等等我！这是王老板要的刺绣，您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8幅刺绣结算40。哎，钱您数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小娥，咱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大嫂，这是爱国的家，我要把他叫出来给你看看，证明我说的是真的。你是说王爱国是王老板的儿子？会这么巧吗？小娥是不是被骗了？不是的，大嫂，我都跟爱国谈那么久了，是真的假的我还不知道啊。肯定是妈嫉妒我，不想让我嫁得好才这么说的，我才不会如他的意。你们认识我家少爷？当然认识，爱国就是我对象。他在吗？你叫他出来一下。少爷怎么可能谈对象？哎，你这小姑娘家的，可不要乱说话呀，坏了我们少爷的名声。你个下人怎么说话的？等我嫁给爱国，第一个就是炒了你。你想来闹事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我们家少爷今年才6岁，刚上小学，他哪门子对象嘛？可能啊，爱国不会骗我的，肯定是你们家王老板不想让我当儿媳妇儿，才让你故意这么说，想拆散我们的吧？小娥，别闹了，咱们先回家。没有，爱国，你跑什么呀，爱国？我这不就是看大门的张顺子吗？张顺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张顺子，他不是你家少爷爱国吗？管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才用少爷名字在外面谈了几个女的，但我真没做什么坏事儿，求求你不要和老板说。混蛋！好你个张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冒着少爷的名头在外头招摇过市，人都找上门来了，要是坏了少爷的名声，连我都要受你连累。我知道错了，管家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想得美！马上给我滚！以后别来上班了！哼！臭婊子！要不是你突然出现，老子饭碗能丢吗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明明是个看大门的，装什么公子哥啊！浪费我那么多时间，还骗了我那么多钱，赶紧给我还钱，要不然我就报警告你诈骗！你还想报警是吧？贱人，老子让你报复！动，没事吧？妈，这个张顺子冒充王老板的儿子跟我处对象，还骗了我好几百块钱，可得帮我出气呀！好几百？小娥，看来你是没少拿家里钱给他补贴。我这不是被骗了呀？大娘，你聊天归聊天，你先把我松开行不行？你把我手腕给挣断了。想让我放开可以，把钱还给我。我哪有？我给。就这么点儿，你糊弄我了是不是？我只有这么多了，大娘，你行行好，行行好。你这身西装倒像是牌子货，这典当行也要呢，是吧？你，
你刚刚可太厉害了！别碰我！妈，你怎么还生气呢？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话，远离臭男人，好好读书，行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今年再考不上，以后呀，我不会再供你了。妈，我保证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妈，最近啊，咱这家里的喜事儿可真多，老三也找着工作了，咱小娥也迷途知返了。要不咱趁明天休息，在家里好好庆祝庆祝？行，走。什么？赵三明去王老板的玩具厂上班了？是啊，我听说他一过去就是1级技工，那工资至少110倍呢。宝江，你可真有福了，女儿有出息也就算了，连女婿也这么有本事。不说了，走了。好，100多块，比雅娟的工资都高啊！不行，明天就让他跟我去接赵三明回来，可不能便宜了梁春梅。居然换房了，梁家啥时候这么有钱？哎，他们搬到这儿了，那之前的房子不就空着了吗？正好志强结婚，还差套婚房。雅娟，一会儿让梁家把老宅过户给咱。妈，这不太好吧？而且婆婆会答应吗？她要是不答应，咱就用离婚逼她。梁春梅这么好面子的，肯定会。这你俩搁我家门口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这不三明回娘家待这么久，我们特意来接他回家。三明，三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这孩子，妈肯定是来接你回家的呀。你毕竟入赘了，不好总在外面待着，是吧，雅娟？三明，回家吧，兰兰也很想你。你自己考虑吧，你想回就回吧，但是记住了，以后千万不能忍气吞声。哎呀，那不能，妹子，之前是我太冲动了，我以后啊一定好好对三明。对呀，婆婆，我妈已经认真的反思过了，一定不会再犯。算你还有良心，一会儿带她吃个饭吧。妹子，我除了来接三明回家，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啥事啊？哎呀，我家志强不是带对象回来了吗？他们马上结婚了，3大件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差一套婚房。你看，把你那个老宅过继给我们家志强，就当你们一家子的份子钱。这怎么行？那房子空着也是浪费，不如给我们家志强，还能天天喜气。再说你现在也有工作，出个几百块，把那3间房翻新一下。哎呀，小是小了点，但是好在客厅、主卧、儿童房都有，再在院子里盖个厕所，不就齐全了吗？妹子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要把房给你，再让我儿子去给你装修。对呀，结婚可是大事。妹子，你不会这么小气，不愿意帮我吧？老姜呀，这都说人要脸，树要皮，你就不一样。你呀，是越老越不要脸。你这嘴一张一闭，就想白嫖我3间房。哼，我就说嘛，今天你怎么会良心发现？原来啊，是来打秋风的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这么计较干什么？再说了，要不是我儿子替雅娟下乡，你们家三明还讨不上主任媳妇儿，过不上这么好的日子。我们家三明在你家过过好日子了吗？你还真是张嘴就来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年你可是把进场名额留给你儿子的，后来是因为他体质不达标，才落到江雅娟头上。妈，婆婆说的是真的吗？别听她胡说八道，我可没胡说八道。不信，咱们就去厂里，当然是问一问。这些年，你一直以此为由，拿走江雅娟的工资也就算了，还想拿走三明的工资，要我的房，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你，梁春梅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让雅娟把你儿子休了，离婚。把你儿子休了，离婚。好，
兰兰归三明，咱马上离。什么？梁春梅，你儿子可是入赘，离了婚就不好找新婆娘，你考虑清楚。这呀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们家三明呀，是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工作有工作，他不愁找不到好对象。三明，去拿你的户口本。哎，等等，三明，我不离。雅娟，你人挺好的，就是太听你妈话。我吃苦可以，但她不喜欢兰兰，不能让兰兰也跟着吃苦。让他离，等他找不到比你优秀的媳妇儿，他就后悔吧。都办好了。妈，辛苦你跑一趟去接兰兰了。没事儿，兰兰跟奶奶回家好不好？好。我别叫我婆婆了，雅娟，我给你说的话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迟早会被你妈拖垮的。我们走吧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把那花采。吃饭啦！哎呦，吃好了，等会儿吃饭。哎呀，今天这伙食可以呀！现在啊，咱们日子好过了，当然不能亏待这张嘴了。都坐吧。来，赶紧吃。可以。再过几个月，那店林子就会被拆迁了。等那个时候，我就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。真客气啦。哟，这么热闹啊！这么丰盛啊！妈，好长时间没来看你们二老了。你看，我看初月给你们带来了麦仁糕，给二位好好补补身子啊。是啊，爸，这个东西可贵了，好几块钱一盒呢。不过只要爸跟妈开心健康，这点钱我们花的值。对。要不是为了张老板的1万块钱和出国资质，我才不花这冤枉钱。这两个老东西买什么不便宜？妈，我看了，这太阳也没打南边出来。你说这铁公鸡今天怎么是拔毛了呀？爸妈从小就是二哥坏主意最多，小心啊，他搞不起又搞事情，你们可得小心点。这明摆着呀，就没操什么好心。看，把他撵出去得了。啥意思啊？大哥、老四、小鹅，我今天好心来看爸妈，你们说这话，过分了吧？行了，别瞎扯那些有的没的。说吧，你们今天来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妈，好事！妈，我今天来呢是要特意告诉大家一件好事。啥好事啊？妈，我们那个单位小张你认识吧？他那个大伯啊是做大生意的，看上咱们家那片树林，哎，还说愿意花4000块钱买它。你说这是不是好事？妈，你说咱那片林子啊，当时承包的时候才2000块钱，人赵老板说了，直接出4000，那价格就是翻了1倍呀！啊，人还说了啊，只要你1周之内办好手续，人直接就立马安排飞猪出国读书。你说这天大的好消息，咱可千万不能错失良机啊！啊，妈。哎呀，是啊，妈，你看这4000块钱呢，我们就不要了，就当孝敬您二老了。我们就只是想让非洲啊去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。妈，你看之前爸那个赔偿款，您不是不同意给我们也理解。但是现在呀，不用咱们家花1分钱，而且还能让您大赚一笔。妈，你说这么好的事儿，您应该不会反对吧？妈，那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，明天我就让张老板带着合同过来。我同意了吗？带着你们的东西给我滚出去！不是妈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？这天上掉馅饼的事你都不干呀？不是妈，你说你留着那片树林子干嘛呀？又大又荒，还又偏。人说了呀，既能给你钱，又能让您孙子出国读书。你说这天下多好的事儿啊！万一张老板反悔，那就来不及了啊！那可是我的地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还轮不到你替我做决定。哼，想拿我的东西去给你们全家铺路，你也看看你有没有那本事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妈，
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，你就是想跟我对着干，是吗？行，我今天照样没把话放着。那片树林子今天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，否则我赵明不认你这个母亲，我给你摁断一拳。老二，你话好好说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妈不肯卖地，就是在剁我全家的生路。要么卖地，要么断亲，他自己看着办。那就断。梅子，你别冲动。我庆幸的走。帮你后退一步，你再帮我一次嘴呀！啊！你非要把事情闹得不可开交，你才满意吗？我帮你的还少吗？老二，你的学业、工作、家庭，哪一样不是我忙前忙后替你筹划？你能有今天，不是靠你自己，那是靠全家托举。可你贪得无厌，不知就止，你满脑子都想着怎么再从父母身上再扒一层皮出来。既然你想断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老大，拿纸和笔，将白纸黑字写清楚，免得以后再生是非。妈，签字吧。妈，论冷血，谁也比不过你。妈，今天咱们这么如此情分，断了！出息！妈，你别难过，我难过什么呀？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哭着、求着要回来。这，香香写的真好。奶奶，哎，我也想上学写漂亮字儿。好，等兰兰长大了，奶奶呀也送你去上学啊！谢谢奶奶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你们俩去玩去啊！这都到中秋了，拆迁的消息咋还不来？不会……妈，林子，林子！妈妈说，林子怎么了？林子他拆迁了，咱们家要发财了！太好了，可算是等到了。妈啊！村长等着您去签字领拆迁款呢。好，走。30万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碰啥？这是妈的钱。我就是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嘿，那村委会刚领回来，还影响？大姑妈，你说咱当初幸亏没听老二的，把这林子卖掉，不然咱们家就亏大了呀。还是妈有眼见。先别高兴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30万怎么分，我说了算。你们呀都不许闹，听清楚了吗？嗯。啥？我妈拆迁分了30万！30万！不行，主任，咱得赶紧过去的，要不然这钱就分没了。可是咱们已经跟家里断绝关系了，你妈能给咱分钱？没事，这俗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，实在不行我再跟妈道歉。我觉得啊，我妈她这个人最心软，
他肯定会原谅我的。哎，你还磨蹭什么？赶紧走啊！再晚点1毛钱都分不到啊！我不去了。妈，你怎么去？我跟三明已经离婚，他们家分钱，也分不到我。为什么分不到你头上？兰兰是不是你的女儿？是不是梁传媒的孙女？有这层关系，她拆迁款就该有你的一份儿。我们早点去，还能多拿一点。你弟弟的婚礼也可以办得风光点儿。能不能别只顾着弟弟了，也替我考虑行不行？算我求你了，妈！别再打着我们的旗号去干这些事儿了，给大家留点脸面。你没用的东西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喂，厂长，我朋友外派去找车，现在就可以出发。老太婆，你滚开啊！你给我看，你我进去！哎呀，太婆，让你让我进去！你闪开！好多钱呀！老姜，你来干啥？啊，妹子，这不是听说你们家林子要拆迁了吗？我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得上忙的。桌子上这些就是拆迁款吧？真不少呢。妹子，你打算给三明和雅娟分多少钱呀？是我们家老三跟你女儿早就离婚，这我们家的拆迁款怎么能分你闺女头上呢？哎呀，这离了不是还可以付吗？兰兰还小，需要爸爸妈妈照顾，这钱我们也不多要，给个4、5万辛苦费，意思意思得了。啥？4、5万？你咋不去抢银行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们赵家的钱，跟你个姓姜的有啥关系？就是，我说你还好意思在这提复合？我们家三明啊，就是因为受不了你这个恶毒婆婆的气才离婚的。妈，你可千万想清楚了，绝不能让一个外人占了便宜。哎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我可是兰兰的亲外婆，总比你们这对跟春梅恩断义绝的儿子儿媳妇亲太多了。他咋知道的？哎呦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你们那点破事儿早传遍了，比起占便宜，我可不能跟你们比呀！都断绝关系了，还舔着脸上门，生怕自己分不到钱。你老太婆，你别这么挑拨离间！我告诉你，血缘是斩不断的。我们是一家人，这钱就应该有我的一份。你还敢动手？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不招啊！还敢动手！妈，你怎么把我们也赶出来了呀？亲家，你别叫我亲家。老姜，这些年我儿子在你家过的什么日子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既然已经分道扬镳了，你就别再惦记别人家的东西。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自己不会活人，你也得给雅娟留点情面吧？哎呀，春梅，我知道之前是亏待了三明，我这不是亲自来求和好的吗？老三，你同意吗？我不同意。听到了吗？我儿子说不同意，你赶紧滚，要不然呀，报警说你上门闹事抢钱，把你抓起来坐大牢。你一家子土匪，我回去就告诉雅娟，你们欺负我！哼！妈，那我们呢？我可是你亲儿子啊！再说了，我还是家里边最有出息的那一个，你总不能真不给我们分钱吧？要钱没用，巴掌挂后。老二，当初你摁手印的断亲书，我还留着，是你不要，不要这个家的，怎么这吐出去的口水，你还能给他舔回来不成？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
我给你跪下行不行？我给你跪下，妈，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，我求你原谅我，求你原谅我啊，妈。是啊，妈，你看这拆迁款整整30万呢，你说你1毛都不给我们分，这也说不过去啊。你们不都说是家里几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吗？也就30万而已，这你们奋斗几年就挣回来了，这犯不着跟我开这个口啊！不是，妈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跟二明这1年辛辛苦苦才挣不到1000块钱，别说是几年了，就是几十年，我们也赚不了那么多钱呀。那是你们自己没本事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妈，你真的要这么狠心吗？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呀，妈！滚！妈，妈，回吧，回吧，妈，妈，开门啊，妈，妈，你开门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都怪你！当初谁让你坚持断亲的，害得我们现在1毛钱都分不到了。你还好意思怪我呀？当初你逼妈卖林子，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？张志明，你敢打我？你这日子你还过不过了？不过了，离婚！我早就说过你这个黄脸婆了。离婚？好啊，谁不离谁是狗，谁不离谁孙子。亲家，罚我几万块怎么了？就没见过像你梁传媒这么抠门的。雅娟，给我倒杯水，渴死我了。雅娟，这崽子死哪去了？外派，那我怎么办？雅娟，雅娟，雅娟。全没了，全没了！我的日子怎么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你小心腰！哎，妈，小卖部最后一份月饼让我买着了。好，那咱准备吃饭，开饭喽！谢谢老姚。这吃饭之前啊，我先说说这个拆迁款怎么分。这30万呀，我准备先拿出10万，在镇上买几排房子和店铺，然后呢，再拿出10万买黄金。未来房地产是最挣钱的行业之一，投资它准没错，而黄金保值，万一有什么变故，也能垫底，不至于坐吃山空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再拿出3万作为教育资金，只要以后香香和兰兰能考上初高中、大学，那么就一直会供他们到毕业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妈。小娥，你今年也考上大专了，教育资金呀，也有你的一份。谢谢妈。凤霞、老四，你们都有技术，我呢给你们一人买一间门面，你们呀到时候可以独立经营。谢谢妈。老大、老三，你们都有工作，这生活呢也不困难，我呀就给你们一人一套房。这剩下的我就准备留着给你爸呀当养老钱。都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妈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妈，谢谢你为我们考虑了这么多。今天呀，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您。给我？这个是我跟依林攒钱买的小金佛，希望它能保佑您平平安安的。好，凤霞，你们有心了。爸妈，我的礼物没有大哥和大嫂的贵重，是一对情侣手表，希望你和爸相爱一辈子。还有我，妈，我用大暑假工的钱给您报了夜校，您不是一直遗憾自己没上高中吗？现在终于圆梦了。那个我没小妹心细，
想着你们二老操劳了一辈子，没去哪儿玩过，就买了2张环游全国的旅游票，让你们二老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这你们呀，都长大了，也知道心疼父母了。咱们的苦日子呀，也熬到头了。来，为我们美好的生活干一杯！好，干杯！